刑警队长本打算带嫌疑人回警局问话，可不料车刚开到半路就坏了。然而就在他正准备换胎的时候，没想到一辆机车突然冲了过来。虽然万队被吓了一跳，但好在对方并没有撞到他。起初万队并没有太过在意，结果却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直接调转了车头，又猛地加油门朝他冲了过来。猛烈的撞击当场就把万队撞晕了过去，可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却看到嫌疑人崔浩竟遭到了凶手的威胁。于是作为警察的他二话不说就直接冲过去挡在了崔浩的身前。快走，快走啊！虽然万队用生命给崔浩争取了一线生机，然而本该要逃跑的崔浩却直接又冲了回来。不过他却并不是帮助万队去制服凶手，反而是死死地勒住了万队，并拿刀直接刺向了万队的身体。尽管万队凭借最后的意识还想继续挣扎，可由于扎到了大腿动脉，所以很快就因为失血过多昏死了过去。虽然隔天接到报警的警察立刻就赶到了现场，然而奇怪的是，崔浩居然也死在了现场，并且根据法医的初步检查，确认崔浩是被枪打中后脑导致的当场死亡，而万队则是坐在车里，手里还拿着自己的配枪。按照现场的情况来判定，应该是凶手刺伤了老万，老万在临死之前开枪把他杀了。虽然这样的推理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齐思哲在检查完万队的尸体后，却立马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一个85公斤的成年男性，全身的血量大约在5到6升，大腿主动脉一旦破裂，就会像高压水管爆裂一样，血液会呈喷射状射出，导致受害人失血过多，意识模糊。可现场他们不仅只是发现了少量残留的血迹，而且还发现万队在失血过多的情况下，精准命中10米以外的崔浩头部，所以他推断这里可能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立刻查下老万的行动轨迹。好。而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料，根据老万的行动轨迹，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点，而经过齐思哲的仔细勘察，也很快就确认了老万遇害的第一现场。可就在他们疑惑本该回警局的老万为什么会在这里停车的时候，不料身后排查的同事竟立马就给了他们答案，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被人故意破坏的轮胎。与此同时，现场的同事也打电话过来说，在车辆的后座上通过卢米诺测试后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由此可见老万是在这里流光了血才被转移到的第二案发现场。由于老万在此以前给驻队发过一条庆祝的消息，虽然里面什么都没有说，但能肯定的是，老万肯定是在医院发现了重要的线索。于是韩队立马让小西调取医院的监控，看看老万在医院的所有行踪。果然很快就让他们发现，老万是查到了身为药剂师的崔浩跟前面几起命案的凶手有关。可现在崔浩已经被人灭口，所以他们的线索也就这样断了。不过好在小西在监控里又发现了那个熟悉的纹身男，而齐思哲通过对纹身男之前的行为推理，这次崔浩的被灭口很有可能导致纹身男的下一个目标是自己的同学陈楚川。可还没等警方开始行动，陈楚川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于是便立马联系上面的人准备跑路，结果却无意间将自己送入了虎口。站哪儿了？到哪儿了？